我可能只要说有时间，我肯定会在家里陪孩子。但是我觉得作为妻子，我觉得我既然嫁一个男人，我肯定是希望他能陪我。如果他不能陪我，我干嘛嫁给他呀？我自己可以生活呀。说得对。我需要找个依靠。如果说我在外面玩，你可以说我，但是我更多的时候是在外面工作。说不好啊，我不知道你是在工作还是在应酬，反正每天回来这么晚，回到家啥也不干，直接往床上一躺，衣服都不脱。是这样吗？可能有时候喝多了，不知道吧。但是我觉得我应该不是这样的人。但是他要这样说，我也没办法辩驳。为什么呀？忘了呗，喝断片了呗。他说我不洗澡，那我不知道啊。可能有时候会，一年可能会有那么1、2次要断片嘛。这要按老婆说的，确实也挺痛苦的啊，天天见不着老公啊。确实天天见不着啊，真的是。有的时候孩子家长会，我说想让爸爸去一下，他也不去，我没有时间，因为我是希望孩子能够就是说有母爱有父爱都有，这样孩子才会就是身心比较健康嘛。如果老是像跟着妈妈一起玩，肯定我觉得男孩子就会比较就是娘娘腔啊，比较偏向于女性的那种性格。其实我是不太愿意这样子的。我觉得男孩子应该要阳刚气足一点，多跟爸爸在一起。但是这个你说朋友陪孩子这个东西，我承认，可能有时候我确实在外面应酬。可能确实是少陪了孩子，这一个我承认。以后啊，多陪点就完了。还有别的吗？有，他经常就把钱借给别人，然后就不跟我说，而且也不是小金额的，经常是几千几万的借。因为他做生意的嘛，就是很多钱可能就放在公司，就是我自己也自己上班，就是我们没有说很刻意的一定要管双方的钱，就这样子的。就是很多时候就是钱可能没有经过我的手，我就不太知道嘛。那你们这个他给家里交钱吗？给。然后钱谁管呢？给我啊。给你管。那他借出去的钱就相当于是沉淀在公司里的周转金是吧？我不知道是周转金还是他自己的小金库，我不知道。这个东西我不赞成你的说法，知道吧？因为我是农村出来的，我在武汉打拼工作，我刚起步的时候有很多人帮助过我。别人现在有困难了，我借钱给他，我觉得也无所谓。借点，你跟老婆说不就完了？其实我觉得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最起码，因为这是我们双方共同的财产，你最起码要跟我讲一声，跟我说一声啊，这是对我的一个尊重。那不然的话，我以后我也借钱，我就随便借，也不还，是不是也是可以呢？我也曾经受过别人的帮助呀，对不对？但是有时候我觉得钱少了，跟你说人家借过来，借你用2天就还给我了，我觉得有时候没有必要跟你说嘛，别人家借了又不是说不还。以后跟老婆打个招呼，能做到吗？我觉得他很难做到。应该。他很多事情他都不跟我讲。除了这个还有什么事儿不跟你讲呢？被你发现了？有啊。很多事情，比如就是现在我们家孩子嘛，上学的事情他也是的。上学的事情其实我就是想跟他报一个好一点的学校嘛，因为我们2个都很忙，没有时间管孩子，只能找个好一点的学校，老师管一下嘛。他就不太同意。但是我其实那家里你自己都没有时间带，那你怎么办？你自己没有时间带，你只能给别人带呀，只能多花点钱啊。但是我们之前没有带他，是一直我觉得他在上幼儿园，可能我也是属于带他。但是我感觉现在上小学了，可能这个人是一点点改变了嘛。我不可能说你上幼儿园的时候是什么样，我上小幼还是什么样，我们可以慢慢商量着来嘛，相互带嘛。但是你把他送到那里面去，1个月见不到1次。他现在想小学就寄读了是吧？他要对我是想把他送到寄宿学校去。你是做什么工作的那么忙啊？我之前是做销售的，现在是我俩在一个公司。是你要求进去的？他要求我进去的。你是老板？他在你那做什么呀？我做后勤。开了个夫妻老婆店，是不是？就是这更麻烦了。哎呀，家里的事儿还没弄清楚，扯上公司的事儿了。行对啊，就这些事情，我就觉得很烦嘛，并且的话，你看他现在还说要我跟他再生2胎，那1个孩子都没有时间管，还生2胎，怎么可能生呢？我只是想给我的儿子长大了，等他有一个伴，遇到什么问题了，他有个弟弟有个妹妹可以商量着来。你走在大街上面，人家我看到我一个儿子一个人蛮孤独，但是人家有个弟弟有个妹妹哥哥姐姐的，我觉得很快的。我是觉得生孩子，我想给孩子提供一个好的环境，并且的话，我们也能够有更多的时间陪他。要不然你把孩子生出来干嘛呢？没有时间带，到时候又交给老人，交给学校，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父母呀。听明白了。问你是不是急着生2胎？有点着急了嘛，不小了。有点着急。你现在是拿着这件事儿说事儿是吧？
就是要生二胎，我得把这个老公重新修整一遍，是不是这意思啊？不修理好不给生，我觉得是不是做任何事情你要有个规划。那你想生二胎，那你要怎么生？你以后你的孩子的路线怎么样去做？要怎么生才给生？就是修理老公来了啊，就这意思，听明白了。最起码就目前来说，你应该抽出更多的时间来陪一下目前我和孩子。好，就是你都不陪我，怎么能给你生老二呢？对啊，你家里的钱也不能随便给别人呐。那你要生孩子，你肯定家里你也需要钱呐。我们并不是像别人那样过得很富裕或者怎么样，都是靠自己辛苦来做的。我只是借给别人而已，我给谁钱了？这都站在他妈那边，不帮我说话。你看，这完全都是为生二胎做准备。在经济上，你不能瞎借钱了啊！我要储备力量，对吧？孩子的教育上面，你得做个表率。一个咱都带不好，生老二我也很担心。第三，既然咱俩带不好，你把你妈哄好了，让你妈来给带。第一个可就没带好，这完全是在为生二胎做物质准备啊！你得陪我们呀，生二胎不陪，天天宿醉，喝回来怎么生二胎呀？你现在是把它修理好了就生是吧？那得看他表现呢。其实我没有说那么排斥，我只是觉得，如果每次因为这个事情，因为他现在表现不好，那我肯定不想答应的。但是背地从来不改那种。对，就是这种，明一套暗一套的。对，当面一套是听你的话是吧？背地里面想做什么做什么是吧？对。啊，所以他担心的啊。我背地里做什么了呢？有没有借钱给别人？借了。为什么老出去喝酒？喝完以后不洗澡？那只是偶尔，他总是喜欢把事情夸大啊。有没有管孩子？偶尔管。生一个谁管？我学的这个事情谁管？我管。那你那工作还要不要了？要。那怎么管孩子呢？我觉得这个事情我们双方商量应该是可以解决的。听懂了。其实死结就在这儿。今天不是说他们日子过得好不好，而是男生想让这个家庭有一个新的变化，女生有点害怕了。就是我们现在这种状态里还有很多问题没有很好的解决，如果再来一个新宝宝的话，可能这些问题就要爆发了。对，是这意思吧？是的。男生又希望说，哎，我这想法没错，我给我的儿子再添一个伴儿，我们家庭可能由此而改变，对吧？那到底应该怎么办呢？哎呀，这是一个关于生和不生的问题，责任重喽。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来，宇东啊。家庭的事还是二胎的事，其实无非就是要不就将就，要不就讲究。我觉得现在的男人啊，因为你们年纪比我小，我就叫你弟弟好了。我觉得这位兄弟他可能好多的事情采取的一种打法就是将就，但是女人妹妹她是比较讲究的，我觉得你的现在的情况，因为你现在也是创业期，属于拼事业的一个阶段，我觉得与其说孩子和孩他妈以及这个家庭更需要你，倒不如说其实是你更需要你面前的这个女人和你们的儿子和你们这个家庭更多一点。你要把这娘俩把你的家庭当成你的加油站，它真的是你的加油站。你对他们好，你的事业就会越来越旺。你对他们的好，因为你家庭和睦了，对不对？那句话叫什么？叫家和万事兴，万事兴嘛，对不对？所以不要让你的女人天天以泪洗面、垂头丧气的走林黛玉的路线，多逗她笑一笑，她笑起来很可爱、很漂亮。反过来，我再跟妹妹说两句哈。我觉得你的问题有两个啊。第一个问题，你说话基本没有逗号，那谁会喜欢听呢？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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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你的表情问题很大，你的表情如果不笑，就会让人觉得很丧气。这个会对男人造成一定的隔阂，久而久之距离会越来越大。笑一笑好不好？对老公也经常笑一笑，其实他骨子里不坏，双下巴的人都很可爱啊，对他笑一笑，他就会对你会越来越好，好吗？好的啊，希望早日能听到你们的好消息，好不好？谢谢二位，谢谢。好，谢谢宇东啊，谢谢老师。来，夏老师。好，我觉得先来说说女生，你是不是还有什么委屈啊？是关于婆媳方面的吗？婆媳方面都还好，只不过是她从来都不站在我的立场跟我说话。明白了，就是跟婆婆本身没有问题，但是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你。其实我觉得男生你可以就是多静下来
听一听老婆的抱怨，你可能每天都在听，她每天都在跟你啰嗦，都在反反复复念叨这些事儿，但是你真正听进去的没有。其实很可怕的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不怕遇到矛盾，不怕夫妻之间产生问题、产生矛盾，然后吵架、打架都不怕，但最怕的就是一个态度问题。如果态度出现了问题，那这个事儿就难办了。我觉得现在是你的态度有一些变得不那么积极了。你要正视这个问题，就是当你把你的态度变成积极的时候，可能很多事情就会迎刃而解了。妻子要的其实就是更多的关怀，哪怕一个温暖的拥抱，就是让他把这种的委屈能够诉说给你听，然后也能得到你的回应和解决。所以其实你们两个人是有共同奋斗的目标的，在一起过日子，其实最怕的是没有目标。你们有目标，要2胎呀，对不对？那就朝着这个目标去努力。中间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我们一道一道关过，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解决。然后其次我想说的一点就是，其实我一直不太建议就是夫妻在一起做生意，因为你可能工作上遇到的问题会带到家庭里去，然后家庭当中的问题呢又会延伸到工作当中去。你想，你这么多的问题困扰着你，你怎么可能快乐起来？就千万不要让婚姻把女人的光泽给消磨掉。如果这样消磨掉的话，自己首先会没有魅力，然后就更不要说期待男人能够看到你身上的魅力。所以我觉得你可以想一想办法，是不是可以抽离出来，然后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然后这样你可能抱怨就不会有那么多。当你抱怨减少的时候，你可能看待你对面这个人就会觉得，哎，他好像更可爱一些，是不是？好，谢谢二位。好，谢谢沙老师。来，涂老师。问妻子遇到问题，如果你的男人不能做到人在心在，只能做到人在心不在或心在人不在，你选哪一个？心在。好，所以其实女人要的是男人的心，而不是男人的人。女人经常不把它直接说出来，而男人也总是听不懂。男人们总是会认为女人总是强人所难，我又要挣钱，你又要我待在家里边。但其实你没有听明白的是，比如说你的妻子说你经常借钱给别人，她在乎的不是钱，在乎的是商量。她说不愿意给你生2胎，她不是不愿意生，是你没有体会到带孩子的不容易。她说她跟你的母亲有种种矛盾，你总偏向母亲，她不是要你跟母亲作对，她只是要你更体贴一些。她要的都是这个，而其实并不是时时刻刻把人绑在身边，对吧？对，这不是最重要的，所以是男人不懂而已。其实我有一个经验是可以借鉴给你，你可以做到以下几点，大概他就不会那么在乎说你经常不在身边，并且能够理解你长期的工作在外。第一，家里的存款一定写老婆的名字，所有的房产都写在老婆名下，所有的事情都跟老婆去商量，任何事情都从老婆的角度去体贴她付出的不容易。我问你，他如果能够做到这些，你还会那么的计较他夜不归宿，又或者是经常在外吗？应该不会吧？因为他心里放在这个家庭。对，的确经常在外，这也是不对的。再怎么工作繁忙也要平衡，但最关键的一点是心要在老婆身边。当然我也要说你的问题，当一个男人什么都不愿意跟你商量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你已经没有魅力？如果一直以来你在生活上引导他，在事业上认可他，在人品上欣赏他，他当然愿意找你来商量。因为这个女人是欣赏我的，是认可我的，并且在很多事情上她有她正确的抉择，她可以成为我的智多星。但是如果你又不欣赏她，又不认可她，说她蠢，说她笨，而且谴责她天天不回家，并且你也并不能为她做出正确的出谋划策，你认为她干嘛要找你商量呢？那不是找无趣吗？所以说男人需要被认可，
女人需要被理解。如果男人做好了对于女人方方面面的理解，心永远挂在妻子身上，女人就不会强人所难，并且会竭力的为男人做出正确的选择。明白吗？明白了。就这个。嗨，人心都是肉长的，就这意思啊。你对他好，他一定对你好。夫妻之间嘛，就是这样啊，没有对错，哪里有对错嘛？你仔细想，站在他的角度，他一定对；站在他的角度，他也一定对。啊，老师们刚才其实在做翻译工作的时候，我看最核心的一项翻译就是你们得互相理解。这个理解这件事情，其实就是全世界最大的一块稀泥了，因为理解很难嘛这件事情，但是在家里又很重要。男生，我倒真的建议，如果你真想要老二的话，踏踏实实的把这个生意放一放，不是不做了，而是放权给下面。现在自己做公司了嘛，对不对？更多的精力往家里转转。女生，我就给你一课题就行了啊。就如果你想给他生，我们不说现在就生，就说其实如果你要对我好，我还是想生的，你就出来。如果你要说我还没想好生不生，你也别出来了，好吗？听明白了啊？你要说我现在愿意放一放工作，你就出来。你要说我工作不放，我还这德行，你也别出来了，好不好？我们都带条件的进出才有意思。我们不说大家就离婚了，是说今天我还没想好，我回家再调整吧。好了，剩下的时间是你们最后的60秒，来做一些决定的时候，好好说，好吗？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60秒。其实经过这么多年，我们也有8年了嘛，其实真的是遇到很多事情，我也不知道我们这条路到底能不能够一直走下去。但是我希望就是我们能够就像刚刚说的，我们能够相互理解吧。老婆，我想跟你说，10年前我对你是什么样子，10年后的今天，我的心没有变，我相信永远也不会变。我希望我以后多跟你商量吧。来亮灯吧，啊，请回吧，谢谢2位啊。来，请关门，请关门。我们看到了，这对夫妻显然是不会离婚，这是真的想让生活变得更好。所以呢，关起门来的生活是他们的，外人有的时候真需要有一个更宽容的心去理解他。我还真不知道他愿不愿意为他生，在这个上面会不会出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现在请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下载万事达手机客户端，进入到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边看边聊。直播过后，也可以通过天津 FT 网络电视或者万事达手机客户端继续收看本期的节目内容。欢迎大家登录优酷网、腾讯视频、搜狐视频、爱奇艺、乐视视频、PPV 居力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男生会不会减量，多陪妻子？妻子愿不愿意无条件的给这男生再生一个？我们看看结果。哟呵，快跑吧你，都要给你生了。在我的耳边对我说，我已经真的太久忘了这种心动。真能做到这个减少工作量陪他们娘俩吗？能吗？可以。啊，你跟你那些员工说呀，你说老板，我从现在开始每周啊，顶多在外面应酬3天啊，加班不超过4天。你们要给我3天个人生活的时间。说啊，兄弟们，公司就靠你们了啊！给我放个长假。哎，可以。你是无条件的生对吧？啊，对。那就行了，那我们就不多说了。下面的事儿咱可帮不上忙了。来，有请我们的小花童。快！你是不是老想着这个情景呢？回头看，是吧？啊，不知足啊！来，谢谢啊！谢谢啊！好，快，慢点。不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吧？各位请见证。
在爱里等着你，对你疼惜有种暖意，在梦里全是你，不要再迟疑，把我放进两颗心，一辈子不分离。亮灯吗？不想确定日期，拉长幸福距离。加油啊，好好过日子啊！谢谢。听涂老师话，把心放回去，听见没？啊，回去吧。啊，多好啊！未来变